嗨，大家好呀，这里是辛巴的漫舞时光。今天给大家演示的呢，还是一个茅草小屋。这个看起来呢，好像是有一点民族风的。我们之前呢也画了一个茅草屋，还记得吗？是第3章吧？是这样的。这个小屋呢比较简单啊，周围的环境还好了。这个是这样的，这个就没有画树。之前的每一个小房子都有画树。所以我这个就没有画树，画了2个灌木丛，2个花丛，上面点了一些小花，不知道能不能看清。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要不要学素描。这个话题也是群里的小伙伴提出来的。有人问我呢，就是学画画到底需不需要先学素描呀？或者说到底需不需要学素描？这个问题呢分几方面。首先呢，我个人认为学素描的必要性至少在60%吧。但是呢，就是学画画的时候要不要先学素描，这个必要性呢就很低了，在30%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我们所画的东西呢，有些呢是，就是你学画画的话，切入点未必是素描，就是切入点它没有一个顺序，它不是说你必须先从这儿开始学，然后再从这儿开始，也再从这儿开始，不是这样的。就是我是说指大体上，就比如说你要是选择某一题材，比如说我上节课说过的，需要学风景的话，我们需要循序渐进积累，你必须先从简单的，然后一步步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。但是呢，学素描或者是先学色彩，或者先学什么涂鸦呀什么的，就是没有一个就是硬性的这种秩序是没有的，你自己就是根据自己最想画的那个切入点去。比如说我现在不太想学素描，但是我又很想学水彩，可不可以呢？当然可以了。你在学习水彩的时候呢，就学习对线稿和素描呢没有那么大要求的画面就行。这种画面有没有呢？有啊，很多的。就比如说一些装饰性的绘画呀，还有一些涂鸦呀，还有一些简单的风景啊，基本上都不需要对线稿有什么过多的要求。就比如说简单的风景，蓝天白云，大海草地，还有树木，这些呢就是只需要用笔简单的标记一下。这样的话就是会用笔的人都会去标记了，就是不牵扯到线稿。那么如果要往深入了学习的话，就需要去不断的开始了解素描了。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是否第一个要学素描的，就是必要性是不占30%，但是学素描的必要性在60%以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你如果深入去学习，深入去画画的话，绝大部分的题材都牵扯到素描。素描到底是什么呢？它会让我们学会什么呢？我们简单的说，就是素描首先会让我们学会观察。其次呢是第2点呢，让我们学会把东西画准，就是画像。就比如说，我要画个苹果。但是呢，你把苹果画成了梨子就不行，或者是呢，我明明要画一个这样的东西，但是你又画成那样的东西，就是你的手不听使唤，这就画不像。这是第2点。第3点呢，就是立体空间的塑造，在脑子里面塑造一个立体空间，也就是透视。然后呢，就是明暗光影关系。就是明暗光影关系呢，在很多绘画题材当中呢，都会要用到。就比如说我们画一个这个简单的花丛，它的上方呢颜色要淡一点，下方呢颜色要重一点。这个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明暗光影关系。如果是复杂一点的画面呢，它的光影关系就复杂一些。而且如果就是自己创作的话，如果对这个明暗光影关系没有概念的话，那么你创作的时候，你有时候就分不清明暗对比，这也是个麻烦。然后这是一方面。
还有一方面呢，就是素描呢，速写也包括在素描里面了。就是素描呢，还会让我们就是在塑造形体上面，的那个线条感，就是我所说的线稿更好看。就是素描呢，可以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处，而且，俗话说素描是所有绘画的基础，这个呢说的是没有错的。但是现在的绘画的那个就是包容度是非常大的，就是其实艺术是很包容的，有那个有更丰富的题材，就是很多题材是不用你去管什么素描或者是形准呀什么的，这些也是有很多的。所以说呢，我没有把素描学习的必要性，说成100%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好，这个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解释，希望能帮助到大家，也希望我能表达清楚吧。就比如说我们最近画的小房子是肯定需要素描的功底的，而且呢需要的不是1点2点。首先呢我们要会打形，形体呢要准确。当然我是个人比较提倡，当你学会形体准确的时候呢，就跳出这个形体准确的束缚，就是你可以画的不够准确。那么这个不够准确的尺度在哪里呢？就是你画的时候呀，要有创造性，而且你可以不够准确的意思就是有一点变形啦，有一点歪啦，有一点改动结构啦，或者是什么。那么这些变形呢，它的目的呢，其实是让你的画面更好看，或者是让你的画面更有意思，甚至是仅仅只是你内心的一种表达，这些都是可以的。这个素描呢，像素描里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就是素描关系。素描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暗光影，明暗关系，光影分析。这个呢，在我们像这一系列的钢笔水彩的小房子呢，也是要用得到的。比如说亮面、暗面、投影等等，这些都是简单的明暗光影关系。当然有些东西呢，可能就是你在没有学素描的时候呢，老师给你简单的说一下，你会明白。但是呢，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同学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原因呢，就是你还是需要去进行一个实战性的一个练习，哪怕就是不多，少一点练习也是可以的，就是给自己的心和手留下这个概念。好，今天呢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